嘛来到蒙古啊。对我们来讲，蒙古离我们好像很近，也离我们好像很远。在我们的历史过程当中对蒙古到底是属于中国的民族，还是不属于中国的民族？现在我们可以说，蒙古分成两边，一个叫内蒙，一个叫蒙古国。蒙古国，它位于俄罗斯联邦跟中国交汇处，最大的城市就是乌兰巴托喽，划分成21个省。你知道它的领土面积156万4000多平方公里啊，156万，你看蒙古大不大？哎呦，这个土地面积真吓人啊！苏赫巴托这个地方树立着，哇，看着让人家觉得呢，忽然间为之振奋的一个人呢，他就是传说传奇当中的成吉思汗。而苏赫巴托这个广场是以一个人名噶赫呀，1893年蒙古族外蒙古人人蒙古人民党的创始之一，他就是叫做苏赫巴托啊。他呢，在于当时呢，巴托尔跟清代的封号叫巴图鲁，当代的中国蒙古人常用的巴特尔，是蒙古语在不同时代汉语当中不同的音译啊。那他呢，是当时呢在博克多汗的军队啊，苏赫巴托当时呢进去了俄罗斯的军队去学习啊。那当然呢，最主要是呢，中国收复的外蒙古过程当中啊，他是一个蒙古国开始跟中国进行谈判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所以他也就变成了什么？当时在过程当中，在蒙古独立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人物啊。他想象了如何对抗外敌，让自己的蒙古不要被并吞，负责在驻俄罗斯莫斯科的代表团跟蒙古之间保持了联系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使得当时他在蒙古具有民族英雄的象征啊。在后来新政府宣告成立之后，苏赫巴托就变成了蒙古国军事的部长，这也就是他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来到了苏赫巴托的广场。苏赫巴托后面无论如何，当我们去讲到了中亚，讲到了内蒙或者是外蒙，我们所有的历史故事都将完全离不开一个特别的人物，那个人就叫做成吉思汗。而苏赫巴托也是这个人物对于蒙古独立国家非常拥有重要的民族英雄跟贡献。
甘丹寺，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藏传佛教寺庙，由武士哲布尊丹巴在1835年所创建出来的。这地方最特别的也就在于名称嘛，甘丹，台语嘛就叫甘丹很好玩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期间呢，1990年蒙古开始民主化这个地方是蒙古唯一维持运作的寺庙为什么会说它是唯一维持的寺庙呢？因为在共产体制底下，你知道宗教信仰是被抑制的它的宗教是不能够自由的所以不一样的在这边，藏传佛教是蒙古最多人信仰的宗教乌兰巴托的甘丹寺属于蒙古最大的佛教藏传佛教的建筑，许多地方它可以看得出跟西藏的布达拉宫相似之处。到不了西藏，你可以来到这边看看藏传佛教的建筑也是可以的。建在18世纪、19世纪，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宗教进行了管制以及迫害。在蒙古甘丹寺就在这个时间点仍然运作的寺庙，在这有这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铜制的大佛，高度将近30公尺。寺庙内有许多藏传佛教当中才能见到的特殊的建筑以及人文的色彩，非常值得一访。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室内的大佛若要拍摄呢，是要再走进去拍摄的这也是乌兰巴托甘丹寺它特别的地方。你看这个转经轮，你就应该要知道，它就是藏传佛教的特色喽。那我们再来到博格多汉东宫。说起了这一座藏传的佛教，你就必须要想起了博格多根。他这一个人又称为博格达汉藏族。要说这一座，要先讲起博克多格根这一个人他1869年出生在西藏，他是外蒙古的藏传佛教的佛婆巴氏那也是近代蒙古政教合一、封建社会转向现代蒙古社会的奠基者之一。1893年开始，这里就变成了博物馆。那么咱们现在这个寺庙呢，是当初也是蒙古人民呢，经常过来祭拜的一个地方，就跟甘丹寺一样的。后期它变成了博物馆以后呢，它就收取门票，有供游客来观赏那么咱们现在里边的这里呢，它96年西安文物保护协会的，这些都是中国出资，由西安文物保护协会，还有128张貂皮做成的貂皮大衣就这些东西是最值得看的。那么那些东西呢，在旁边那个2层楼里那么这个呢是博格达汗的东宫冬天它会在这里，夏天它有个夏宫，但是夏宫现在已经。博克多根，他在拉萨的布达拉宫中度过。小时候4岁的时候被认定为第744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1874年，博克多汗一家去了外蒙古。在同一年呢，他们到达了大库伦，在甘丹寺坐床，取法名为阿旺垂琴尼马丹宾旺苏克，以巴丹吹坡为经师，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汉语跟藏语。刚刚这些名字你听起来一定一头雾水听不？像那蒙古话、藏语合并在一起，你哪听有所以呢，东西这个博克多汗酷爱艺术科学，不简单那个时阵要爱艺术跟科学。因弟弟布鲁桑海达布后来被认定为通灵者，变成了一位什么灵马派的崔仲喇嘛。自此以后，他们一家再也没有返回。博克多汗在1903年清廷实施了新政，鼓励汉人到外蒙古开垦采矿，并计划的废除旧有的行政制度，把外蒙古改成了一个行省。当时的清朝对外蒙古的各项经济政策改革触犯了当时蒙古人的利益，毕竟汉人跟马背上的民族的蒙古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时呢引起了许多的蒙古人的不满。土谢土汗部的亲王
汉达多尔济等人呢，与俄罗斯秘密的联系。于是呢，俄罗斯就召回了清朝的外务部，要求清方在外蒙古不驻兵、不派官、不驻民。同年呢，从拉萨逃亡到了大库伦，其目的同样是向俄罗斯寻找这个协助。所以呢，13世在大库伦避难的1年多的期间呢，驻袭于甘丹市，曾与巴士泽布尊丹巴数次会面。根据俄罗斯驻扎在恰克图的边境官员，曾与蒙古的呼图克图高级喇嘛跟王公们商讨什么呢？脱离中国啦，脱离中国的蒙古建国之事啊。所以呢，伯克多格根汗1905年之后，在沙俄，就是当时的俄罗斯的强大的物质跟引诱，还有政治诱惑之下呢，他变得非常的贪婪了，狂妄自大跟独断行事，不愿意再听中国清王朝驻蒙古办事大臣三多的善意约束跟规范。伯克多根汗渐渐地扮演起一个中国历史上极不光彩的反叛者跟民族的分裂首倡者的角色啊，一直到后来南方的武昌城内发起了什么推翻清廷的武昌起义，随后开始发生了很多的改革效应啊。到了同年，北方的蒙古的高原库伦城，也就是今天蒙古首都的乌兰巴托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不过有所不同的是，伯克多根汗同时也以蒙古君王的名义宣称他自己远离中国，脱离中国。这也是蒙古独立开始的第一步。第8世的泽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成为了自治蒙古政教的第一人。当时政教合一的政府伯克多根汗同时组建了一支2万人的军队，俄罗斯的军官出现在库伦城内，帮助装备、组建、训练这支自治的蒙古军。蒙古开始独立喽。你看啊，在这个时间点，北京新的中国中央政府拒绝承认蒙古的独立，但是呢，一样啊，第8世的泽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哇，很难念啊。图克图汗呢，他这个继位之后了哈，一样啊，你不管啊，你不管他，我一样啊，继位，以所有蒙古人的皇帝呢自居，雄心壮志，派兵南下内蒙古。他欲统一所有的蒙古地区，因为那个时候的内蒙还是属于北京啊清朝所管理啊。但一度支持他的俄国呢，不是想要一块权益独享的殖民地跟军事缓冲区，反而对他的统一大业呢不予支持。那个时候的俄罗斯认为是说呢，你已经独立了，我有你蒙古就够了，你不要再往内撑了啊，做人不要那么的野心大啊。所以呢，当时的俄罗斯呢不支持蒙古再往内蒙古攻，所以呢并没有对于他的统一大业予以支持，使得蒙古的远征军呢功亏一篑。这个说来也是很尴尬，蒙古曾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之下收服了俄罗斯啊，但是呢回到了19世纪的，却需要由俄罗斯去协助的蒙古派兵南下夺取内蒙古啊。所以当时的内蒙古因为没有俄罗斯的这个支持啊，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功亏一篑。反而俄国主导的中俄蒙协约，更是直接表露了欲将蒙古暗自归属在我俄罗斯自己的保护底下，使得蒙古呢成为了成为了布哈拉或高丽第2的用心啊。所以啊，谈到这边，人心的丑陋是不是就出来了？全世界都是一样啊，每一个国家皆会为自己的人民，皆为自己的国土的利益扩张。这世界上不会有人免费帮你作战，不会有人免费帮你的。那当时呢，8世泽布尊丹呢，他对俄国彻底的失望，转而配合了北洋政府军，在库伦设置办事大员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并接受了袁世凯所设有的外蒙古伯克多泽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尊号，这也是他的开始。在当年度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签订了协约，外蒙古取消名义上的独立，保持高度的自治权，这也是蒙古的独立启蒙开始。当时的移民伯克多汗仍是外蒙古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虽然没有独立，但是呢拥有自治权。大蒙古的统治机构当时都没有变哦。
那当时的袁世凯承诺呢，赦免所有参与外蒙古独立运动的人士。就在这个签订的同一天，袁世凯发布了命令，册封泽布尊丹巴为外蒙古博克多泽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这个名称呢，念起来简直跟考联考一样啊，头痛啊！并且呢，册封他为专使啊。那这就是历史喽。了解了啊，这也是蒙古独立启蒙的开始了。那我们现在呢，回到了一个没有独立启蒙的开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故事要做30集都讲不完。如果现在在世界上要票选世界上影响最大以及最具争议性的帝王，成吉思汗呢，前3名有了啊。跟成吉思汗与他一手建立的蒙古帝国在历史上的评价一直相当两极啊。在伊斯兰的世界当中，成吉思汗被认为是上帝之鞭，残杀了许多的穆斯林。而后来他的孙子是谁呢？叙利图更终结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统治啊。至此，伊斯兰世界失去了共主，但是蒙古帝国的征服与伊斯兰化也有助于伊斯兰教的广为传播。鞑靼字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鞑靼字号，鞑靼人是什么？很多人说撕开一个俄罗斯人了，里面就是鞑靼人，以为自己是俄罗斯人呢，但其实呢是鞑靼人啊。那鞑靼是唐朝末年蒙古的种族之一，也是契丹的西北族。而字号呢，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一种什么？古代的一种刑具啊。那是中国古代的刑具，类似现代的手铐、脚镣、束缚、压制之意。所以很多人说，今时今日的俄罗斯，当时啦，不能说今时今日，当时俄罗斯落后西欧世界那么多，跟这一件事情有非常大的因素啊。对蒙古统治之下的鞑靼字号充满了正恶的俄国学者，曾经毫不犹豫地谴责成吉思汗以及以他的孙子为首的蒙古封建族，在差不多的70年的时间呢，学习了亚欧之间的所有民族啊，这也是最早的种族清洗啊。你能够了解到，所以成吉思汗到底是上帝之鞭，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被视为俄罗斯发展落后于西欧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这件事情。蒙古庇护了俄罗斯的大公国，作为收税跟统治的代表之下，创造了后者日后崛起的条件。在中国，元朝的统治过去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逆流，汉文化与儒家的思想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压。在当时元朝的统治，科举制度一度停摆，但是蒙古人打破超过100年的中国南北分裂的状态，使得汉地中国重新得到了统一，也奠定了后来的大中国的领土的规模。就在成吉思汗开始，在蒙古国原先在社会主义，成吉思汗被认为是压迫蒙古人民的封建领主，不能公开崇拜，一直到了1992年民主化之后，才慢慢逐渐的好转。现在的成吉思汗被誉为是共主啊，被誉为是蒙古的独立象征。所以成吉思汗与蒙古帝国的历史，他的通俗之作绝非虚构的作品啊。在成吉思汗所有的这一种历史故事当中，你知道吗？讲都讲不完。印刷术、火药、指南针3大科技在蒙古帝国时期由东传至西方，促成了文学、战争、航海等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成吉思汗所创建的蒙古帝国绝对是近代的世界的先声，不简单吧？讲起了他我真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那由他来去讲述出蒙古呢，真有讲不完的。来，我们现在呢，先聊聊特勒吉国家公园。
我们常说蒙古是马背上的民族啊，所以来到这边呢，我们也要特别来体验一下马背上的民族啊。特勒吉国家公园在这坐上马匹啊，就算没有奔驰啊，都可以感受一下。特勒吉公园呢，是整个国家公园的一个皮毛而已啊。国家公园人烟罕至的地区呢，才是真正的荒野。这种国家公园呢，一定很大，但是你没有办法全部逛完哦。我们在其中的一小块部分，开始我们的蒙古马背上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得到旁边的蒙古包。满族人对蒙古游牧民族住房的一种称呼，这类的住房形式呢，当然不限于蒙古族啊，游牧民族都有啊，在中亚地区也很常见到啊。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住房，而这一种住房，你看我们沿路骑过来都有看到啊，呈圆形，有大有小，基本的构造都是一样的啊。那这个一般呢，它通常呢高大概1.56米啊。长大概2米多数量呢很多啊，通常是一个游牧民族呢，它就会聚集在一起啊。那里面还有一个烟囱啊，这个烟囱呢，凸起在顶端啊，从天窗伸出来啊，它的周围会铺满了牛皮、毛毯、地毯等等啊。正面跟西侧呢是长辈的起居处啊，东面呢则是晚辈的起居处啊，这也是标准的啊。蒙古包看起来外形很小，但包内使用的面积却很大哦。室内的空气非常非常的流通啊。那夏天可以掀开通风，冬天放下来保暖，采光条件很好。当然了，就跟大自然住在一起啊。感受一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特级的国家公园，不用多说什么，就在这草原上这样子，给他那天把它送来啊。为什么？看看人家蒙古族怎么过的啊，没有圈线的，没有视线的啊，不是被圈在一个框框里面的，就这样骑着马匹啊，在这个草原上啊，这种感觉啊，是你去很多地方你都感受不到的，真的啊。像那一般你骑马啊，哪有可能规条山你安尼行，对不？那一般人你骑马啊，哪有遐简单呢？骑马嘛是讲吼，我讲这外咬的哈，这一个人牵3、4只马啊，又不是在遛狗啊，一个人要牵3、4匹马，你看他马有多大匹啊？看看来到蒙古，总使我们不能够奔驰啊，在整个草地上啊，但是最起码我们呢还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啊？这种感觉，这种感受啊，这一种呢马背上民族的风情啊，体验大漠草原的风情啊，再来感受一下蒙古族人的文化。我的天哪，从西伯利亚到蒙古这种行程，你还等什么？人生要赶快来体验啊！这种行程在等什么？很棒的，真的非常棒的啊！蒙古骑马的经验以及体验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到蒙古骑马跟骑骆驼完全想象之外的生活新体验。也许很多人说骑马我都骑过啊，骑驴子我也骑过，但在蒙古的土地上，这个独立的国家，你的感觉呢？你的感受呢？骑完马，我们上了车，继续看看特勒吉国家公园。想想看，你是否有想过，有那么的一天，
有那个的机会，在一个安静无声的蒙古大草原里，骑着马，就算不能奔跑，马也散步着吧，尽情的去嘶吼，享受天地之间环绕在你的那种感觉。蒙古是否给了你那样的梦想呢？这就是蒙古包里面呢，蒙古包住宿的体验呢，很多人能接受，很多人不能接受。能接受的人呢，来到这边以后呢，开心不已。来蒙古怎能不住蒙古包？不能接受的人来到这边呢，他会想象蒙古必须跟现代5星级的饭店、3星级的饭店一样啊，给予他非常的便利性，怎么可能的事啊？来这边你就要知道，蒙古包一定有它的不便之处，但来蒙古啊，不住蒙古包，你们干嘛干几逼吗？是不是啊？现在的蒙古包已经适合做的很像旅客喜欢的啦啊，不一样了啊，这个就是心态的问题啊。要来这个地方，你还搞不清楚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进来这个地方，你就会格格不入。一翻身，柔柔轻松的岁月。起床的时候，对着圆形的屋顶打了个哈欠，看着蒙古包，看着蒙古包里面的烟囱，哇，心里面又想起了，脑海当中是不是想起了那几句诗词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这一个呢，也就是敕勒人呢所写出来的吧。敕勒川，一心山下，天是穹庐，笼盖四野。敕勒歌当中，穹庐指的也就是蒙古包喽。天神留给游牧民族完全信奉自然法则的居所，来到了蒙古包睡上了那么一晚。这我常常有时候很不解啊，就像有的人去到一些伊斯兰的国家，却认为伊斯兰的国家饮食不合他；有的人去到印度等等呢，认为新香料的这个风味呢不合他。难道你的人生旅游过程当中就这么几天当地的人，你无法接受吗？那你如果无法接受，你怎么去享受旅游当中带给你的快乐呢？所以我常讲那一句话，什么话？现在来蒙古，我们就当几天的蒙古人了，对吧？吃那几天，也就在我们人生当中，就那几天吃的不一样嘛。如果你对吃是非常在意的人，那你就要自备干粮，自备你自己喜欢的食物，来到这个地方，既可以体验它，又可以不受限于饮食上面哦。所以我才能讲啊，很多人来到一个国家。来到这个国家呢，却要用台湾的思维去告诉你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哇，可惜啊！就算山珍海味给你吃啊，也许你都没有办法体会到其中啊。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没有办法哦。入住蒙古包是所有旅客们最期待的行程之一。哇，踏进房间，发出了一声赞叹。从内蒙到外蒙。蒙古包，每一个旅客住的蒙古包全部都是改良过的哦，设备并没有想象中的简陋啊。真正你去住蒙古人的蒙古包，你哪住得下啊？但是呢，这就是旅游的体验，这就是旅游的感受。
乌兰巴托宅山抗日纪念碑二战同盟国的反击，在乌兰巴托南方的小山丘上，在这个乌兰巴托市的制高点宅山，在蒙古语当中意思就是什么宰相之势。在1940年2次世界大战，蒙古跟苏联的联军再次重创日本的军队也断绝了轴心国在中亚会师的机会。在此，除了这个历史故事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乌兰巴托市跟博克多圣山的保护区当然呢，这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纪念碑也就在这喽。那也纪念着当时二战时期牺牲的英雄而建立的，在1971年，当时的苏联政府为了纪念二战时期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宅山的纪念碑也纪念这个宅山的抗日纪念碑就在这儿可以看得到嘛所以呢，乌兰巴托宅山看不一样的风景在这里神秘的外蒙古，也就是蒙古国，建立在三山夹一水的山谷当中，就是谁？就是乌兰巴托。东西狭长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它在漫长的冬季能够抵挡过严寒的北风它乌兰巴托也叫做库伦，所以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历史故事当中都有库伦这两个意思，也是大寺院的意思。所以乌兰巴托是先有寺庙而才有城市的一个地方。蒙古国有人口200多万，乌兰巴托市的人口就占了全国人口的60%，有120几万多。